想种好蝴蝶兰啊，容器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准备这一个种蝴蝶兰的容器吧。瓶子大概是怎么比对呢？就可以把这个植栽拿起来，因为我的瓶子底下会放石头来增重，所以也要预留一下放石头的空间。那大概这样是蛮合适的。我会先用不锈钢的烤肉串在瓦斯炉上面加热加热了之后就会在容器的底部戳洞，戳3-5个洞都可以哦。你们可以看到这里，不要戳太旁边哦。如果戳太旁边的话水会比较很容易就流出来了，就没有办法达到蓄积水分的目的。首先我会在瓶子的底部中央先戳上几个洞，注意洞不要戳太大，戳太大会发生什么事呢？如果蝴蝶兰比较成熟的时候它的气根就会从洞里面跑出来。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洞，这个洞大概是距离瓶底1公分的高度，或是0.5公分的高度都可以这是让瓶子里面可以蓄积少量的水分。这些水分会蒸发成为水汽，然后蝴蝶兰就可以在根部吸收水汽。然后这个瓶子的周围就会戳上几个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瓶子的周围是没有打洞的哦。虽然说蝴蝶兰喜欢透气但是蝴蝶兰更喜欢的是湿润的水汽所以就不在瓶子的中间这里打洞，这里不要打洞，这样蝴蝶兰才可以养得美。因为我之前上一版本的瓶子我是有在这边打洞的，但是我发现蝴蝶兰它的根都会偏白，那是因为它比较少了水汽的滋润久了之后根部就会偏向缺水的状态，这样子的话叶子也会长得比较不好一点，比较不会发叶子。好，那最后我们看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些小孔呢？因为我的蝴蝶兰都是悬挂种植的，所以我就会先戳好这些小孔。之前如果一次只戳3-4个的话有时候蝴蝶兰换个方向，因为有时候种的话没有种正种的刚刚好的位置，它可能就那个蝴蝶兰的叶子就偏向了一边，所以我就要再把蝴蝶兰整盆拿进去厨房里面，再多戳几个孔洞，这样子我觉得蛮麻烦的，所以我就会先帮它多戳几个孔洞在这边。然后最上面这边为什么会有一横这一个是作为我要剪瓶子的一个预留的孔洞，这样子就可以把剪刀伸进去剪瓶子了。要注意哦，这些孔洞都是要在剪瓶子之前完成哦。如果你先把瓶子的头这样剪开之后然后再戳洞的话，上面这个洞就会导致最上面这里变形，这样子就比较不好悬挂，整个瓶子就会有点扭曲。所以要记得，最重要就是要把所有的洞都戳完之后才可以剪瓶子哦。来，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一下怎么剪瓶子。好，瓶子剪好了，剪好的瓶子头也可以先留下来，改天再用这个瓶子头教大家如何做这个水培和果玉。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杯子状的容器适不适合种植蝴蝶兰呢？就我这里的种植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不是那么的适合，因为杯子就是下窄上宽，那种下去的时候水汽很容易就会从这里溢散出来了。蝴蝶兰的根部就没有办法去吸收到那些蒸散起来的水分，久了之后蝴蝶兰的根会比较容易干掉。那我看到根干掉的时候，我就会多浇水。其实长久下来这样子的话，蝴蝶兰的根反而会比较容易潮湿就不会生长的比较好了。所以大家就尽量找这种圆柱形的，像是矿泉水瓶也都还蛮适合的。像是这种运动饮料还是茶类的瓶子这都还蛮适合的。不过因为它是比较细长型的瓶子，这
作为一些比较小型的蝴蝶兰暂时的容器。如果说它们长得比较旺盛的话，我还是会之后再陆陆续续找到大一点的瓶子，再把它们种进去。